一起来看精彩短剧《爱在港岛夜雨时》。故事解说：昏暗压抑的赌场之内，紧张的氛围瞬间拉满。一名女子身陷绝境，被一众讨债的人团团围住。面对步步紧逼的债主，女子情绪激动，语气带着绝望与愤怒，嘶吼着让对方动手，哪怕伤害自己也无所谓。她随即拿出一沓厚厚的现金，告知在场所有人，自己父亲欠下的200万赌债，此刻已经全部还清。她急切地询问众人，自己现在是否可以带着父亲离开这里。就在女子以为债务了结，可以脱身的时候，一旁的赌场人员开口，用粤语告知女子，她的父亲刚刚又输掉了100万赌资，这笔新的赌债如果不结清，事情根本无法了结。女子听到这个消息后，满心都是难以置信与崩溃。她忍不住质问对方，明明之前已经说好，不会再让自己的父亲参与赌博，为何如今又多出一笔欠款？赌场人员神色漠然的回应，若是他的父亲能够听话戒赌，今日也就不会再发生这样的事端。言语间满是冷漠，丝毫没有体恤女子的难处。接连的变故彻底击溃了女子的心理防线。她看着眼前肆意妄为的赌徒与冷漠的债主，心中满是绝望，忍不住质问众人，这是执意想要自己的性命。而女子的父亲此刻却毫无悔意，看着桌上的赌资，眼中只剩贪婪。他嚣张的大喊，这笔新到手的钱款足够自己翻盘回本。随后便不顾旁人劝阻，执意要继续赌博。女子看着执迷不悟的父亲，一次次出声劝阻，不停呼喊着让父亲停止赌博，不要再继续沉沦下去。周围围观的人见状纷纷出声阻拦，场上一片混乱，所有人都在制止这场无休止的赌博争执。就在场面僵持不下，女子束手无策之际，一名名叫赵宇的男人突然现身，高声叫停了现场所有的争执与动静。赵宇当着全场所有人的面主动表态，这100万的赌债由他来承担，同时向众人宣告自己是这名女子的男朋友，今日所有的麻烦都由他一人出面解决。女子听到赵宇的话后十分诧异，下意识开口想要反驳，显然并不认可两人的情侣关系。赵宇却不在意女子的否认，态度笃定地表示，就算女子不肯承认也没有关系，当下的局面只有自己能够帮她化解这场危机。紧接着赵宇提出了自己的条件，他告诉女子，只要女子愿意亲吻他一下，这100万的赌债他就立刻替她还清。女子的父亲听闻此话，立刻动了心思，连忙劝说女儿，认为一个亲吻换来100万十分划算，有赵宇这样的女婿，自己日后也不用再因为赌博欠债而四处奔波受苦。面对父女截然不同的态度，女子满心鄙夷，心中十分抵触赵宇的胁迫式帮助。在她眼里，赵宇只是一个自以为是的纨绔子弟。她态度坚决地拒绝了赵宇的要求，直言自己就算陷入绝境，也绝对不会亲吻对方，哪怕陷入绝境，也不会向这种人低头。眼见人情和解的方式行不通，女子不再寄希望于他人，她从身上掏出一块贴身佩戴的玉佩。这块玉佩并非价值连城的珍宝，但价值足够抵偿这100万的赌债。女子郑重地将玉佩抵押在这里，立下承诺，1年之后，她会连本带利赶来赎回这块玉佩。一旁熟悉过往的人轻声唤着女子的名字小玲，告知她这块玉佩是她奶奶留给她唯一的念想与遗物，意义非凡，劝她不要轻易抵押。小玲听到奶奶的相关话语，情绪瞬间变得冰冷，厉声打断了对方，直言对方没有资格提起自己的奶奶。她明确表态，这是自己最后一次出手帮助嗜赌的父亲，从今往后，父亲的生死祸福都与自己没有半点关系。她彻底斩断了对父亲的帮扶与牵挂。话音落下，现场再次发生冲突，有人突然动手拉扯小玲，混乱之中有人高声呼喊救人，现场的肢体冲突愈发激烈，混乱的拉扯让小玲陷入危险，有人及时出声提醒小心。随后现场局势被快速压制，出手相助的人示意小玲立刻离开，催促她抓紧时间快走。小玲满心愧疚与歉意，向帮助自己的人低声道谢，随后按照对方的指引，朝着内地的方向逃离，不敢有丝毫停留，彻底离开了这片让他绝望的赌场。时间悄然流转，一晃便是1年过去，世事变迁，人事辗转。1年之后，曾经逃离的女子重新回到了这片熟悉又陌生的地方。街头夜色深沉，细雨纷飞，萧瑟的氛围感拉满，过往的恩怨、分别的遗憾都涌上心头，只剩女子一人独自伫立在雨夜街头，满心落寞。当红女星江离现身公开场合，瞬间吸引了现场媒体的关注，记者们纷纷围上前来，接连向江离提问，询问他接下来是否会和影帝展开合作。面对镜头与人群，江离神色淡然，沉默不语，任由外界议论纷纷。与此同时，江离身边的同伴看着眼前宏伟的建筑，心生疑惑，
询问身旁的人，赌场经理口中所说的公司是否就是眼前这栋建筑？同伴看着眼前恢宏气派的地标建筑，满脸惊叹，直言这根本不是普通公司，而是城市顶级地标，心中不由得心生胆怯，感慨这里并非是普通人能够随意踏入的地方。即便心中忐忑，两人依旧抱有期待，觉得若是能和这栋建筑的老板洽谈合作，此行也算值得。同行的丽丽看着场内神情肃穆、面无笑容的众人，忍不住低声感慨，这里的氛围格外压抑。两人整理好情绪，主动上前和前台工作人员沟通，表明来意，告知对方是赌场经理安排过来，专门找罗先生取回玉佩的人员。前台工作人员核对信息后，告知两人罗先生下午3点才会抵达，目前距离约定时间还有5分钟，指引两人前往贵宾休息区等候即可。两人礼貌道谢后，便在休息区静静等候。等候期间，丽丽突然被场外的阵仗吸引，忍不住发出惊呼，目光紧紧盯着场外一辆定制款宾利豪车。她看着豪车周边配置齐全的保镖团队，忍不住赞叹。现场的保镖站姿挺拔，眼神凌厉，分工明确，有人手提保险箱，有人携带电脑，有人手持文件，配置规格堪比顶级影视画面中的场景，气场十足。丽丽看着眼前奢华隆重的场面，又看到迎面走来的男人身姿优越，容貌出众，气场强大，内心满是震撼，直言愿意为对方倾尽所有。可当江离看清来人的面容时，整个人瞬间愣住，满脸难以置信，口中喃喃自语，不敢相信竟然会是他。巨大的震惊让江离瞬间慌乱，立刻压低声音叮嘱身边的丽丽，让她立刻离开，绝对不能让对方看到自己。他快速安排丽丽代替自己前去取回玉佩，叮嘱丽丽只说是替朋友带去，全程绝对不能提及自己的名字，半个字都不要透露。自己则先行离开，到室外等候丽丽。江离独自走到室外，心中百感交集，满心的无奈与怅然涌上心头。他心中暗自感慨，缘分早已命中注定，自己和对方之间早已隔着遥不可及的距离。同行的丽丽追上江离，忍不住感慨，众人口中日思夜想的顶级权贵盖世英雄，竟然就是这位身份显赫的太子爷。这样的缘分与身份差距实在太过出人意料。丽丽同时告诉江离，这位罗先生对待他格外特殊。此前罗先生询问江离相关信息时，眼神格外专注，握着那枚玉佩的神情也与众不同，足以看出江离在他心中的位置并不一般。江离听到这番话后，神色却格外清醒，他轻声唤出韩青的名字，坦言这一切都是自己不该有的念想。在江离看来，跨越阶层的爱情终究虚无缥缈，就如同夜空绽放的烟花一般，看似绚烂夺目，转瞬之后便只剩满地碎屑，最终只会化作无尽的痛苦与折磨，纠缠自身。丽丽见状询问江离是否是怀疑对方的真心，江离坦然道出自己的顾虑，他并不害怕对方不爱自己，而是害怕自己深陷其中，轻信这份特殊，最终落得一场空。丽丽见江离心意已决，无奈询问他是否打算就此作罢。江离心生疲惫，表示自己别无选择，随后和丽丽敲定后续安排。未来3天，两人需要按照商务合同的要求参加唐氏集团举办的活动，等所有活动彻底结束后，他们就立刻离开这座城市，彻底斩断这里的所有牵绊。丽丽思索过后，点头答应了这个安排。场景切换至盛大的商业派对现场，场内宾客云集，氛围热闹。唐家掌权人起身致辞，用粤语向到场的各位宾客表达感谢，感谢众人赏光莅临今晚的派对，同时表示唐氏集团未来的发展依旧需要依仗各位商界同仁的支持与助力，热情招呼众人尽情享用美食，开怀畅饮。派对现场的宾客们相互寒暄交谈，有人觉得现场只有酒水太过单调，没有趣味，纷纷提议增添一些娱乐节目，认为如此美好的夜晚，若是没有助兴的节目，便白白浪费了这般绝佳的氛围。现场工作人员见状，立刻调动气氛，高声向全场宾客介绍即将邀请当红女星江离登场，和大家一同唱歌饮酒，为派对助兴。瞬间点燃了全场的氛围，宾客们纷纷鼓掌叫好。一名姓刘的商界大佬看着登场的江离，言语间带着戏谑与试探，向身旁的人调侃，听闻江离性格坚韧，风骨硬朗，这样有傲气的女人一旦彻底驯服，必然会带来别样的惊喜。说完之后，刘生主动上前与江离搭话，江离礼貌从容的自我介绍，态度温婉又不失分寸。刘生看着容貌出众、气质绝佳的江离，忍不住夸赞她不愧是当红女星，容貌气质果然名不虚传，随即提议和江离共饮一杯。江离姿态谦逊，
轻声回应自己酒量浅薄，深知刘生胸襟宽广，气度不凡，必然不会和自己一介弱女子计较，同时表示即便酒量不济，也会舍命奉陪。随后便举杯与刘生共饮。一杯酒过后，现场工作人员立刻安排舞蹈表演，延续派对的热闹氛围。江离察觉现场氛围微妙，暗流涌动，连忙提醒身边的同伴紧跟自己，避免吃亏。派对之上，有人言语施压，步步紧逼，借着主场优势刻意刁难，场面氛围瞬间变得紧张。就在这时，气场强大的罗先生突然现身，打破了现场的僵持局面。有人见状连忙出声缓和气氛，化解了当下的尴尬与冲突。江离再次见到罗先生，心中满是意外，没想到会在这里与他偶遇。罗先生身边的熟人看到他后，连忙上前搭话，告知罗先生阿美一直在四处寻找他。随后又注意到一旁的江离，好奇询问两人的关系，想知道江离是罗先生哪方面的朋友。不等罗先生开口，现场一名名叫唐薇的女子率先出声，自称是罗先生的未婚妻，直言自己熟知罗先生的所有朋友，从未见过江离的身影。江离神色淡然，从容回应自己和罗先生仅仅只有一面之缘，对方没有向唐薇提及自己，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言语间不卑不亢，没有丝毫局促。在场的商界长辈见状，顺势提起罗先生与唐薇的家族联姻事宜，表示两家联姻一事，各位家族长辈都十分上心，若是两家能够强强联手，未来事业发展必将更上一层楼。罗先生态度明确，当众表态，自己绝对不会接受家族安排的联姻，不会因为家族利益妥协婚事。旁人见状连忙出面打圆场，夸赞唐薇与罗先生家世匹配，郎才女貌，是天作之合，纷纷送上祝福。江离见状，不愿继续留在尴尬的氛围中，主动开口道谢，随后以时间已晚为由起身告辞，告知众人自己先行离场休息，让大家继续尽兴。可江离刚准备离开，就被刘生开口拦下。刘生故作惋惜地表示，今夜时光大好，氛围正好，江离这般早休息太过可惜，执意挽留江离留下继续玩乐。现场众人顺势起哄，提议开启德州扑克游戏，还特意增设了趣味彩头，定下规则：3副牌游戏结束后，最终赢得最多的人能够获得江离全程陪同出席后续所有活动的资格。有人察觉到江离并不喜欢打牌玩乐，特意开口为他解围，可这份细微的体贴却被旁人捕捉到，众人纷纷调侃两人关系亲密，不然不会这般了解彼此的喜好。江离面对众人的调侃与刻意刁难，始终保持沉默，内心却满是无奈与心酸。雨夜的孤独，阶层的差距，情感的纠葛尽数涌上心头。1年来的隐忍、等待与煎熬，都化作心底无声的痛楚，无人诉说。